之前我们介绍过演算法跟监控资本主义的说书影片，影片发布后有许多观众回应，这些事情我们早就知道啦，但是你又不能怎样？难道你要停止使用 YouTube、Google、脸书吗？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数位时代的人权思辨》，就要来告诉你，已经离不开数位科技的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一本书的作者是澳洲律师 Lisa O'Shea， 他在这本书里分析了网络时代的10大关键争议。我选了5个跟大家生活比较有关的，来看看我们应该如何思索被数位科技统治的当代社会。之前我们讲过，监控资本主义是科技企业如何利用电脑、手机、家电的数位记录来生产你的个人化数据，再卖给广告商赚钱。一份2012年的研究指出，美国的资料探勘产业市值高达1560亿，有67万的从业者。监控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庞大商机，但同时，这些科技企业却又常常承诺用户可以保有隐私权。像是手机可以设定关闭定位、无痕模式，或是使用匿名浏览器。但是资讯科学家 Latanya Sweeney 研究发现，只需要邮递区号、性别、生日，就可以辨识出87%的美国人身份。就算你把这些资讯都隐藏，数据公司还是可以使用一种叫做计量生物学侧写的技术。因为每个人按键盘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只要分析按键盘的模式，就可以创建出你的个人档案。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躲过监控资本主义了。这时候，社会上就有各派的声音出现。有一派人说，我没有做犯法的事，干嘛要怕被监控？另一派人会说，人家免费给你使用软体，你当然也必须付出各自当作代价。还有一派人会说，根据你的偏好推荐广告给你，这样不是很好很方便吗？所以这时候问题就转变成，当社群网络变成了贩售商品的市场，不断放送你喜欢的广告、贴文、影片，这样的网络生活真的是好的生活吗？例如交友软体 Tinder 跟 OkCupid， 他们的母公司 Match Group 就是数据商，表面上用你的数据帮你找适合的对象，私底下把你的个资卖给第三方赚钱。所以你在交友软体上可能只会遇见系统认为适合你的人，也就预先排除了认识其他人的可能性。那么这真的是一种好的网络体验吗？还是只是让用户都活在同温层里取暖？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网络平台被少数几家资本企业完全垄断时，他们也同时垄断了社会大众可以看到的世界。付广告费的企业可以让他们的网站出现在搜寻结果的第一页，所以你搜寻到的并不是中立的结果。这些监控企业有时候为了市场，甚至会做出政治审查机制。像是2014年是天安门事件的25周年 ，LinkedIn 就审查了跟天安门有关的内容。如果你的履历上提到研究中国史、天安门事件，你的页面就会被直接 ban 掉。LinkedIn 的发言人却出来说，为了替在中国跟全世界会员创造价值，我们必须实施内容管制。或是在2017年，美国政府跟以色列政府联手，下令脸书删除100万人追踪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政党的账户，让他们无法号召人群组织行动。巴勒斯坦人的消息来源被消失之后，脸书上的主流媒体就开始宣传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开火的新闻，让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只能看到单方面的讯息。所以这几年，很多脸书上的意见领袖一直在说要跨出脸书同温层，但事实上，脸书的本质就是要打造同温层，因为脸书的收益来自广告观看。只有让用户泡在同温层里，花越多时间在上面，社群媒体才能赚取更多广告利润。所以与其说 Google、脸书是社群媒体平台，不如说他们本质上是广告公司。Google 在2018年的收益有 84% 来自广告， Facebook 2019年收益有 98% 来自广告。这些社群媒体其实助长了政治极端化、消息来源的单一化。所以研究者就认为，数位网络在过去5年内其实没有进步，反而变得更糟，因为资讯变得更不流通、更封闭。反倒是网络刚出现，还没被监控资本主义入侵时，资讯反而更流通。例如，美国的法学教授吴修明就提出网络中立性的概念。网络平台不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花钱买版面的空间，而应该维持中立，才能保持资讯自由流通，也才有公平竞争可言。就像在民主政治中，我们会坚持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不会让有钱人的票更有价值。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在网络空间里打造数位公民权，让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权，而不是让那些有钱下广告的公司有更大的发言权。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追问，我们对网络空间的想象到底是什么？如果网络空间就像都市一样，而一座都市都被资本企业占据，没有中立的公共空间，那都市里的人就等于是完全被某股力量统治。在1960年代时，纽约市要搞都市更新，想把华盛顿广场公园拆掉，改建成高速公路。当时支持都更的人的说法，就像今天支持监控资本主义的人一样，说有高速公路就可以让汽车驾驶更方便啊。但事实上，这只会让有钱买车的人更方便。所以当时美国社运人士珍雅各就出来写信，上书纽约市长，反对拆除公园。珍雅各认为，一座都市要成功繁荣，必须要创造出公共空间来容纳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公园可以让有差异性的人群互动，为城市注入更多多样性跟惊喜感。珍雅各抗争了10年，终于让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保留了下来，让新世代的纽约市民可以有开放交流的公共空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的数位网络。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对网络空间的想象，是放任资本企业为所欲为的监控，还是坚持网络空间应该要保持中立、自由交流，就会决定下个世代的人会活在怎样的网络空间里。除了企业监控以外这几年备受讨论的还有国家监控。中国政府在这几年开发了公安大数据系统警务云，可以用来监控异议分子、政府追查人士，还有社会信用评分系统，帮人民计算分数，试图打造和谐社会。同时，美国政府其实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政府与数据商合作，开发预测警务科技，辨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像是矽谷最赚钱的一间数据公司 Palantir Technologies 就被称作美国执法机构的甜心宠儿。所以美国跟中国在表面上看似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在监控人民这点上却非常相似。有些人会说，政府监控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啊，但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国家监控真的有让生活变得更安全吗？例如在2017年发生的事件，全球 Windows 用户受害的想哭蠕虫攻击，就是骇客利用美国国安局的漏洞应用程式，将微软用户的电脑封锁，借此威胁要求赎金。事实上，美国国安局早在5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程式漏洞，但却没有通报微软修正。这就是为什么逃出美国的 Edward Snowden 会说，用隐私交换安全其实是一个错误对立。因为资讯安全的前提就是资讯要有足够的隐私，像是在现实中，我们会要求警方要有法院的搜索票才能进到我们的家里搜索，但是在数位空间里，我们却允许国家随意取用我们的资料，不需要有搜索票，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就必须反思，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注重隐私权不受国家侵犯，但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却允许国家可以侵犯隐私权。在谈完数位监控的问题后，作者进一步指出，隐私权的概念其实已经不足以理解我们当今的数位生活，因为我们不只是被监控、被观看，而是暗中被控制我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我们被迫观看企业想要我们看到的广告，还说这是数据分析出来最适合我们的商品。这就像在20世纪时，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的黑人只能透过白人压迫者创造出来的黑人广告来认识自己。但是透过压迫你的人来认识你自己，本身就是非常异化的经验。当时的黑人在广告里都被白人描绘成娱乐的笑柄。同样的，我们当今的数位生活也只能透过企业生产出来的广告认识自己。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就被缩减成一种，就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要否定数位科技，因为被统治的人也可以反过来利用统治者创造的工具。例如在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时，白人殖民者引进了广播技术来管理当地黑人，但是在反殖民的独立战争爆发后，当时的哲学家法农在参战时就发现，当黑人占领广播站后，广播反而变成了比报纸更好的传播管道，可以传讯息给不识字的民众。所以作者认为，21世纪的一大挑战就是把数位监控的网络空间转变为去中心化的自由空间。因为网络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直到20世纪末资料探勘的产业出现后，才被监控企业入侵。所以只有隐私权不够，我们还必须取得数位自主权，也就是让数位空间可以摆脱广告数据商的暗中操控。
摆脱真空资本主义听起来好像非常遥远，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去中心化平台，像是社交媒体平台 Diaspora、网络平台 Solid、伺服器系统 FreedomBox 或是开放街图 OpenStreetMap。开放街图可以让用户共同协力编辑地图，不像私人企业 Google Map 可以决定地图上要显示什么，所以对那些要进到灾区救难的组织其实更有帮助。另一方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家 Jack Balkin 也指出，我们应该要把掌握我们各自的科技公司当成像掌握我们各自的律师、医师一样，律师拥有客户的机密资料，医师拥有病人的病历档案。法律不会允许律师或医师把这些资讯拿去赚钱，就算病人同意，医生贩售医疗资讯依然是违法的。这些法规也应该要适用在科技企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律师、医师拿我们的资料去赚钱，却可以接受科技企业拿我们的数据去赚钱呢？2015年时 ，Google 的照片应用程式出包，把一位黑人的脸自动辨识成黑猩猩。让 Google 出马，立刻修正人脸辨识的演算法。如果你在 Google 上输入黑人的姓名，网页也会有更高几率跳出跟犯罪有关的广告。这让人开始怀疑，演算法是中立的吗？还是演算法会复制现实世界里的偏见跟不平等？2016年的一份研究调查指出，矽谷10大科技企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雇佣黑人女性，有3家公司完全没有黑人，6家公司完全没有女主管，而且主管阶层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所以 Google 设计出来的演算法跟产品，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白人男性的价值观。例如人工智慧可能产生意识，统治人类的这种科技焦虑，反映的其实就是顶层白人男性的焦虑，因为只有他们每天在面对演算法、监控数据、高科技产品。一般大众担忧的都是下个月的房租、生活费，才没有时间去担心机器人会不会产生意识。如果设计演算法、科技产品的人都是有钱的白人男性，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可能有多元性。相反的，如果程式设计师是黑人或女性，我们在用 Google 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搜寻结果。所以在2018年，就有上万名的 Google 员工发起全球罢工，抗议 Google 公司的性别不平等与职场性骚扰问题。许多工程师开始反思，到底演算法是在为谁服务？因为有时候白人男性设计的演算法，竟然是以掠夺底层人民为目标。像是美国大学的招生单位会用演算法找出低收入户、弱势阶层来投放招生广告，因为这些底层民众最渴望翻转阶级、向上流动，所以看到招生广告最有可能上钩。结果导致许多贫穷人士靠学贷去读大学。根据统计，有超过1半的学生在4个月后退学，不仅没拿到学位，还要背负一屁股债。简单的说就是，有钱人设计演算法来诱拐穷人去申请负担不起的学贷。近年来也出现越来越多工程师反对不平等演算法的事件。例如2018年，美国移民局想把工程外包给微软公司，但是当时美国不允许美墨边境的儿童难民入境美国，所以就有上百名微软工程师抗议，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微软，要求微软公司取消与美国移民局的合约。同一年 ，Google 公司的4000名员工也集体联署，拒绝美国军方的委托案，要求科技企业不再为军事单位服务。美国电脑机械协会甚至在2018年发表伦理原则，要求工程师、设计师辨别老板要他做的工作是否可能造成潜在的伤害或滥用，希望用伦理价值来改造资讯科技的产业文化。所以作者就指出，演算法在测试阶段找的受试者应该要有足够的代表性，可以反映不同的性别、阶级、种族。科技企业也必须提供足够管道，让用户可以回报负面经验。这就像我们不会让没经过碰撞测试的新车直接上路，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让没有经过多元性测试的演算法就直接上网。1953年 ，IBM 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大量生产的电脑。在电脑刚开始贩售时，软体是免费的，买硬体就会附赠软体，而且用户也可以在使用后修改软体，提供回馈意见。当时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早期 MIT 的电脑实验室。MIT 的学生流行一种骇客文化，喜欢透过写程式来解决问题，而且不要求经济回报。历史上最早的电脑游戏《太空战争》就是由当时 MIT 合作写出来的。所以在电脑产业刚出现时，是硬体制造商跟用户社群一同开发软体。但随着个人电脑的销售量越来越多，硬体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好取得时，
IBM 就在1969年开始把硬体跟软体分开卖，开始出现独立贩售的专有软体。原本可以给用户取用的开放源码码，被改成了不让用户知道的商业机密。专有软体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整个程式设计圈。程式设计不再是以用户利益为主，而变成了为企业的利益服务。从1970年代开始，开放源码的软体就变得越来越少。1976年，专有软体的大力支持者比尔盖茨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工程师社群，说硬体要付费，但是软体却要共享。那谁还会在乎软体工程师有没有拿到报酬？谁会愿意花3年写程式抓错误，结果却要免费分享？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偷窃。而这一年也是美国开始实施新版著作权法的时候。最后在1979年，主流作业系统 Unix 开下最后一枪，改变授权协定内容，禁止用户读取更改源码。软体著作财产权的想法在业界变成主流，但是很快的，工程师社群里就出现了争议。美国工程师 Richard Stallman 跟朋友一起设计程式，结果朋友竟然把共同开发的软体卖给私人企业，导致他写的程式受到著作权法限制，他不能再改写自己创造的程式。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产物，我却不能使用，而且还反过来限制我。这种经验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原本网络世界的骇客文化推崇的是集体合作写程式来促进科技进步，但是资本主义为了企业利润，竟然用法律禁止工程师取得源码，禁止他们把程式设计得更好。Richard Stallman 一怒之下就发起了自由软体运动。自由的意思是要让软体变得更好，让每个工程师都有改写软体的自由，因为集体研发可以为用户制造更有效率、更好的软体，而不是让软体被私人企业所拥有。所以 Stallman 就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系统 GNU， 找律师设置一套自由软体的法律，叫做通用公众授权条款，所有使用者都可以自由分享更改程式的版本。但是如果你要取用 GNU 写出来的程式码，你就必须遵守这个条款，把你写出来的程式源码开放给公众。所以源码就像是一种数位共有财。资本企业的著作权 copyright 会写保留一切权利，但是自由软体的著作权是 copyleft， 要扭转一切权利。以往的经济学都认为人性自利，像是国高中公民课常常会提到共有财的悲歌，认为如果草地是公共的，那大家就会带牛来吃草，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造成过度放牧，最后就没有草地了。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土地私有化，每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照顾好土地。所以私有财产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比尔盖茨支持的观点。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linor Ostrom 就发现，其实人类社群会自己想出创新的方式来集体管理共享资源。资本企业认为，如果开放源码人人可以取得，那就没有人会想付出啦，大家都只会坐享其成，就会出现共有财的悲歌。但事实上，自由软体运动发展至今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因为每个使用者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当源码是开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回报问题，修改不足的地方，反而会让程式变得更完美。许多业界人士也都承认 Linux 系统性能比 Windows 更好。工程师社群甚至发现了一个法则，有越多人看的源码，它的问题就会越快被找出来，越快被解决。这叫做林奈斯定律。换句话说，最好的 debug 方式就是保持透明开放。相比之下，封闭源码的专有软体反而是又贵又没效率，常常要聘请专家来抓 bug， 检查程式漏洞会不会被骇客入侵。更危险的是，封闭源码可以让企业躲避法律责任，做出伤害社会的事情，还不被发现。例如，福斯汽车就在2015年被抓到，在测试汽车气体排放时使用作弊软体，所以可以躲过环境法规。这些作弊软体都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商业机密，所以没有人知道程式码内容到底是什么。原本资本主义宣称自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但是软体开发的历史却让我们看见，资本企业为了利润跟竞争，宁可使用更没效率，甚至可能伤害社会的封闭源码，阻碍了程式设计师可以用更有创意、合作的方式解决软体问题，也阻碍了资讯时代的繁荣。在这支影片里，我们介绍了5个数位时代的关键问题：科技企业的网络垄断、国家监控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演算法、软体著作权争议。作者也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出路：数位公民权、数位自主权，还有数位共有财。当今的科技社群也有许多律师、工程师、骇客正在实践这些理念。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数位科技的热门议题，非常推荐你阅读这本《数位时代的人权思辨》，一起思考如何把为少数人服务的数位科技转变成促进社会繁荣的力量。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数位时代的人权思辨》一本。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本集影片由台湾人权促进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赞助播出。